Hello friends, I'm Being from China. 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 Today I will take you on a tour of the Beijing subway system. Currently, the total operational mileage of the Beijing subway has reached 836 kilometers. It has surpassed Shanghai, becoming the city with the longest subway mileage in all of China. The number of operational lines in the Beijing subway is currently 27. Moreover, there are several lines under construction. The operating hours of the Beijing subway vary depending on the line. They generally start around 5 o'clock a.m. and end around 11 o'clock p.m. Sometimes, some lines may extend their working hours due to special circumstances. For example, Line 4 and Line 14, which pass through the high-speed train station, Beijing South Station, often extend their operating hours to facilitate nighttime travelers. I have prepared English voice-over subtitles for everyone. You can automatically translate it into the language you need.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这个北京地铁双井站。双井站经过的地铁线路有这个10号线和7号线，它是一个两项交口的一个换乘站点。这里是地下1楼，进站层。然后往下面是这个地铁通行的楼层，就是在负二层。这边大家可以看到照明比较亮。整个装修和设施也比较新，可以看到前面这个地铁的工作人员会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来搬运行李，还是比较热情的。我现在要乘坐的是北京地铁10号线。北京地铁10号线是一个环线地铁，就是它的这个终点站和起点站是循环的，这是一个环线的地铁线路。现在是在13号线。13号线也是比较新的地铁线路，这边的一些装修设施都很新。北京地铁站里面，就是这种有多个地铁线路换乘的站里面的这个中间的换乘通道的话，一般都会严格区分出不同的方向，中间采取一些隔离的这个设施。因为在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北京地铁里面的人流量是非常大的，为了避免一些这个拥挤和踩踏，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这个事故，所以在这个道路的中间设置一些这个隔离是非常有必要的。
地铁里面的这个道路基本上是四通八达的，基本上哪个方向都不会错，都能够去乘车，也就是设计的是比较人性化的，就是人流量大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快速的找到这个尽快上车的这么一个通路。北京地铁线路有一部分线路是露天的，也就是说没有在地下运行，而是在地面上或者在高架桥上。像我现在做的这一段的话，它是通往郊区的一个线路，所以它的大部分路程都是露天的，也就是在地面上跑的。它的有一部分线路的这个铁道是跟火车的铁道是接轨的。北京地铁站里面的这些基本的设备设施，比如说这个卫生间是很多的，主要也是因为这里面的人流量很大，所以这些基础设施是必须要保证齐全的，否则会造成一些很多不文明的现象。也给旅客造成一些不便的麻烦。今天天气不错，在这个地铁站的外围一般都是有这个公交站的。然后公交站下来之后，也有这个共享自行车，就是说你长途可以用地铁来作为一个交通方式，然后最后1公里呢，可以用这个公交车，也可以骑这些共享单车。这里是8号线的起点站。8号线的起点站是在北京的郊区。即便是郊区的起点站，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人流量依然是比较大的。在起点站坐地铁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找到座位。一般在北京坐地铁很难找到座位的。这个起点站基本上车厢里面的座位都是空的，有足够的座位可以去坐。但是等到这个线路运行到一半，或者甚至运行了几站之后，这个座位就开始不够了。
点站的这个列车发车也是比较频繁的，基本上5-6分钟就要发一班车。也就是说，即使你这边的人不是很多，它也是按照这个频率，也就是每5-6分钟都会发一班车。可以看到，在起点站坐车确实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人数比较少，可以轻松的找到你的座位。这在北京是不容易的。那么现在由于地铁人这个比较少，所以我带大家逛一逛这个8号线车厢里面的一个情况。车厢里面还是比较新和这个敞亮的，它这个座位都是采用的这种淡绿色的这么一个风格。8号线出发是要经过一段地面的路程。列车即将到达玉之路站。We're now arriving at 玉之路。8号线全程大概有25个站点。这个换乘通道非常的悠长。大家可能也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在这个地铁站里面啊，基本上每隔100来米就有一个这个摄像头监控，所以在地铁站里面的这个监控是全方位的，几乎是无死角的，所以这个一方面给大家安全提供了一个保障，另一方面可能也存在一些这个隐私方面的问题，所以在地铁站里面一定要这个文明，不能做出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北京地铁是这个中国的第一个有地铁的这个城市。到今年为止啊，北京地铁已经拥有了很多条线路，并且还在不断的扩建中。那么北京地铁的运营时间一般是在早上5点左右就开始，然后到晚上11点左右结束运营。但是针对一些特殊的线路，可能晚上有延迟运营时间，比如在这个车站
是吧？如果车站有很晚的车到站的话，它可能会延长这个运营时间。我现在就是在地铁北京南站站，这边是一个人流量非常高的地铁站，因为它是跟这个长途，就是这个高铁站北京南站接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站点。那么北京地铁的这个票价实际上是非常便宜的，目前是起步6公里的话，6公里以内是3块钱，也就是3元人民币；6公里到12公里是4元人民币。那么如果是12公里到22公里，是5元人民币。22公里到32公里好像是这个长度是6元人民币。如果是在做这个32公里以上的，那么每增加这个1元可以多乘坐20公里。它的这个票价是不封顶的。这边是一个北京南站这边的一个自动售票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排队买票。现在一般通过这种自动售票机来买火车票的人很少了，大家基本上是通过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通过线上来进行购票的一个方式。线下来购票一般是临时性的、应急的。这里是地铁北京南站的一个进站口。乘坐北京地铁可以有很多种方式，你既可以去办一个北京地铁卡，也可以通过支付宝、微信刷2维码的方式进站。北京地铁站内的这些卫生都是有专门的人员来负责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保洁人员。可以看到地铁站内的这些卫生情况是非常好的，即使人流量很大，卫生情况也保持得很好。
这里有一大批人，这个下车了，可能是要到上面去出站或者是换乘的。可以看到，一般是坐这个电梯的人员会拥堵。如果你赶时间的话，可以直接去走这个楼梯，步行走这个楼梯。现在我在北京地铁4号线里面。4号线也是经过北京南站的一条线。那么经过北京南站的地铁线路有2条，分别是4号线和14号线。因为北京南站是一个人流集散量比较大的一个地方，所以有2条地铁经过。因为毕竟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北京的第一站可能就是北京南站。北京南站也是华北地区，就是北京、天津、河北这一带比较大的一个高铁站点，旅客吞吐量非常的大。14号线在晚上是有延迟的，就是为了等这些高铁到站。因为有的这个高铁线路可能到晚上11点左右才到站，这个时候有大量的旅客在站内，所以这个时候地铁可能就会为了这些旅客进行一个延长营业时间。车门关闭，请有离车门职员全车门关闭。在北京地铁站以及在车厢里面，这些指示牌上的文字一般都是中英双语的。这给那些国际来的游客一个很大的便利，让他们这个不需要去问路，也能够找到这个北京地铁站里面一般都是这个3层的结构，也就是负1层是这个进地铁的地方，然后负2层或者是甚至负3层都是这个地铁的乘车厅。
旅客进来之后，先下负一楼，进到这个地铁的进站口，然后再下一楼，进到这个人站层。有的地方甚至挖了3层，就是进到负3层去做这个其他的一个地铁线路的换乘。北京地铁目前基本上都有这个空调和电梯覆盖，除了1号线和2号线。1号线里面是没有地铁的，因为它的建成时间历史比较悠久，所以它里面是没有设置地铁的。这个上下楼都要靠爬这个楼梯，这也是一个比较不方便的地方。而且1号线里面它的这个结构都是通风的，就是它里面没有设置一个空调。在夏天的时候，既没有空调，又没有电梯，所以在1号线坐车是比较辛苦的，经常是汗流浃背。但是1号线它是横跨北京东西核心地带的一个线路，它是经过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有这个天安门西和天安门东这2个站，然后这2个站的两边分别有这个西单、东单，都是比较核心的这个地区，所以1号线之所以没有设置空调，没有设置电梯，也是有这个原因的，也是有其他的考虑的，因为它穿过的是北京城一个非常核心的地带，可能也有一些其他方面的考虑吧。而且1号线的话，经常会有一些因为特殊情况的一些管制活动。比如在人流量非常大的时候，在这个天安门西和天安门东这个2个站可能是不停靠的，因为大量的游客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这个风险，既有人员这种挤压踩踏不安全的风险，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乘客您好，今年是北京地铁开展的第13次节能宣传热活动，活动的主题为绿色转型，节能攻坚。北京地铁将全面实行节约、高效、共赢的效益理念和绿色发展理念，为您创造良好的出行环境。请您坚持把公共。这是北京地铁里面的这些非常大的这个广告屏幕。就是地铁营运的这种方式，除了收票价以外，它可能还会在它的这个车站里面，或者是在这个车厢里面设置一些广告屏，用于去赚取一些广告收入，然后来平衡它的收支。但在北京地铁里面，除了这种商业性广告以外，很多公益广告也是在这个地铁里面进行一个宣传的。在地铁里面最常见的公益广告就是这种消防、防火这种广告。就是除了一些商业性的广告以外，很多政府啊、公益性组织啊，他们做一些宣传的话，
也通过地铁来宣传。现在是在北京地铁1号线的大望路这一站。大望路也是北京地铁一个非常热门的站点，因为在大望路这一站旁边，聚集着非常多的这个商场和高档写字楼，所以这边有很多的这个上班族以及一些来这边逛商场的这个游客，旅客量非常大。北京地铁有很多的站点，它的这个护栏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护栏都是只护了一半的，就是大部分的这个地铁站的护栏都是全封闭的。但是有一些老的线路，因为早期没有做这种护栏，后期加装的护栏的话，都只装了一半高。特别是1号线和2号线，它的这个护栏基本上都只有一半高，也就是有一半这个列车是露在外面的。其他新开的这些线路基本上都是封闭式的，全封闭的这个护栏。车厢里面的这些指示牌都是中英双语的。然后报站的这个广播也是用中文和英语同时播报的。所以针对于这个国外的来中国旅游的这些游客来说，只要你懂英语，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对你来说就没有什么障碍了，可以自由的去在这个北京城里面旅游。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安全我现在正在地铁5号线上，然后这个地铁5号线呢，会经过一个叫做天通苑的这个地铁站。天通苑是北京最大的一个外来人口聚集的小区，据说有50-60万人居住在天通苑这个小区里面。乘客您好，为确保您和他人的乘车安全，所以配套的这个地铁交通方式也是肯定是很有必要的。Dear passengers, for your own safety.
今天的天气异常的好啊，天空非常的蓝，然后飘着几朵白云，能见度非常的高，然后风也比较大，不会很晒。这里就是我刚刚说的天通苑的2个地铁站之一，天通苑南站，还有一个天通苑北站。因为这里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聚集，所以这个交通方式必须要配备齐全，所以这边地铁站有2个。北京地铁站，然后出站的时候，在出站口一般都有很多这种美食街，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较热闹的，很适合来逛街的地方。所以，在北京坐地铁出站之后，你可以悠闲的逛一逛，吃点小吃。这些小吃店非常多，美食也非常多。尤其是在地铁站的出站口，请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今天把平时拍摄的这个北京地铁的一些情况，给它剪辑成一个视频，给大家来进行一个观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还可以的话，请帮我点赞、分享。